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次这么久才更新，最近白天的工作呢实在是太忙了。这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完工的打印机柜子。这个打印机柜子的设计呢，是和我上次做的办公室2件套的设计是一样的，只是在尺寸上呢，按照这个打印机的尺寸进行了改良。这个柜子的台面呢是桦木的台面，抽屉脸呢是黑胡桃木抽屉脸。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架子呢是白橡木的架子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几种材料搭配在一起的外观是非常好看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工吧。这次用的材料就是以前做办公室2件套时剩下的板子，这个是3/4寸厚的白橡木层板。我先要把这个8指长的板子锯成小块，才方便精准的切割，所以我先把挡板调整到比我需要的尺寸多一点点。然后把挡板辅助器调整好。在使用台锯的时候，不要戴手套。如果手套的线头被锯片卷进去的话，它会把你的手带向锯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里就先锯好大致的尺寸。这里大家不难看出啊，这里切出的边边是非常的难看。橡木这种材料呢，其实很脆，在横切的时候，锯齿咬出板材的那一面，很容易就会有这种狗啃的样子。这个英文呢叫做 tear out， 中文好像是叫做崩边儿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 tear out， 我们可以用3刀切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把这个锯片降低到只凸出来1丁点儿。第一刀先开一个很浅的槽，然后第2刀把这个板子呢翻个面，再开一个浅槽。现在这个就是开完浅槽的样子，横切的边边确实没有出现 tear out。最后第3刀，锯片升上来切过这个板子。切下来的白橡木层板，我用白橡木的封边条做了封边。我以前和大家分享过怎样做封边条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。刚才说过，橡木这种材料很脆，所以在修理封边条的时候呢，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橡木木纹的走向。大家看，这根封边条的木纹是这样从右上走到左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修边刀切割的方向就是应该从右到左。换句话说呢，是要顺着这个木纹来切，而不是逆向切割这个封边条。橡木的这个纤维很细，而且还挺容易扎手的，所以即使用修边刀修好封边条，还是需要用砂纸给边边稍微打磨一下。然后就是给板子打磨。出于方便，连接的方法我用的是斜孔。这个斜孔器用熟练了以后，打起孔来还是可以挺快的。柜子的4个角，我用的是剩余的黑胡桃木。
为了给这个台面增加一种这个悬空的感觉哈，我这里锯了一些木条作为夹层。这个材料呢是黑胡桃木，其实这种锯法用 bandsaw， 也就是带锯是最合适的，但是很可惜我没有带锯，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好好的材料被这么厚的锯片变成粉末。中间再加一些同样厚度的小木片，帮助支撑这个台面。这里呢，我钻了几个洞，用来拿螺丝固定台面。这个台面也是以前剩下的。台面和白橡木架子，我用的 polyurethane 聚氨酯保护起来。这款呢是水性的聚氨酯，我用起来感觉不错，用完的刷子也很容易清理。下面就是做抽屉了，斜切锯有一个挡块，非常的方便，可以确保每次切出来的长度都是一致的。然后就是用台锯锯片给这个抽屉的侧板开槽。一个锯片的厚度的槽呢还不够宽，所以把挡板稍微挪动一下，再过一遍。在组装抽屉的时候，如果有这些直角块会很方便。这里呢，我把这些直角块固定在我的工作台上，就可以快速的组装抽屉了。这里我开始做这个抽屉的面儿，抽屉的面儿用的是黑胡桃木。
电木铣挡板上的挡块设置好，这样呢可以确保每次开的槽距离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我找了一块不要的木料，用来测试一下这个挡块开出的抽屉面把手的距离，确实是我需要的尺寸。这种倒装的电木铣，铣刀是逆时针的转向，所以铣刀右边的材料呢是被咬出的地方，很容易有很多的 tear out。所以这里我先把这个材料推到挡块，然后呢把这个材料慢慢的送进铣刀，这样做就可以减少 tear out。我这个铣刀没有3/4寸那么厚，所以对于3/4寸厚的板子不能够一刀切，所以呢，我索性把这个铣刀的高度调到3/4寸一半的位置，先加工一半的厚度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是看不见铣刀的，因为它只有这个材料的一半的高度。加工完一半的厚度呢，我把这个铣刀调整到比3/4寸多一点点。黑胡桃木抽屉面我用的是 Natural Wood Stain， 这样可以更漂亮的呈现木纹。最后我又上了2层聚氨酯进行保护。安装抽屉面，我算好它们之间的间隔是1/8寸，所以这里呢，我有一个1/8寸厚的小木条，这个小木条放到架子这里，然后呢放上抽屉面。这个抽屉面的侧面也是1/8寸，然后就可以用一个木工夹子呀，把这个抽屉面夹到抽屉上，从后面呢打2个螺丝，就可以把这个抽屉面固定住了。第二个抽屉面也是一样。它和下边的抽屉面的间隔是1/8寸，所以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用这个小木条垫好，木工夹子把这个抽屉面夹在抽屉上，然后钻眼打螺丝。然后这个打印机柜子就完工啦。